每天进服药物都由我自己处方，但是3分热度退到了2分就不动了。我想想，这是大虚之象，一定要进服人参，增加1分体力，才能退出1分热度。当时上海的参茸行都在南市里闲瓜街，人参的价值是每两银元8枚，好多年来既没有涨价，也没有跌过。我就到参茸行去买了1两人参，煎汤进服，不过5天功夫，竟退了1分热度。于是再到里闲瓜街，正要进入保大参行，里面走出一个关东大汉，是关外的人参客人，似曾相识。他见到了我，就叫我一声：“陈大夫，2、3年不见，你怎么瘦成这样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所以要来买些人参。”他低声说：“那好极了，你不必问他们去买贵货，我可以照批发价格卖些给你，要便宜得多。”于是2人就到小东门一间点心店，叫了2客汤包，只售同源数枚，各是有鱼有肉的汤面，也都用同源计值。幸亏我肠胃无病，胃口还好，大家吃得很高兴。吃罢之后，那位人参客人就打开一个蓝布包，里面有2铁盒人参，都是真正的吉林参。我问价钱，他说：“芦头好，芦参粗壮，参须飘然的，每2批价是6元4角，但是有一种较为便宜的，只是参须折断，或是参断生的不好看，大参行不肯接受，我可以便宜些卖给你。”从前的生意人极讲信用，口头说妥了之后，就把人参称了一下，包了给我，只问我住在何处，并说我过几天到你府上去收钱。我回到家里，就把这种参断煎煮，一煮之下，发觉的确是真正的老山吉林人参。等5天之后，那位人参客人来了，问我参质如何。我说路道的确是真的，但是这种碎断残枝，价钱如何算法？他豪爽得很说，我从关外带来的人参有30斤之多，坏就坏在这些零碎参断，没有人要，天天住在客栈里，东奔西跑，很难成交。我急于要还乡，你既是识货的，我一块卖给你，价钱特别便宜，每2只收你3元，这和我的来价差不多。我说好的，于是我就全部买了下来，计重1斤有余，只花了50多块钱。我天天下参汤，再进服药物，大约2个月之后，才把虚热退清，但是人却依然瘦得不像样子，一时还不能恢复原状。游览沪滨，遍访盛记那时节，我的同学亦有秦伯卫，也住在南市侯家浜，到我家来访，相见之下，他说：“你这样受法，接近落行了，还是要休息，不如再进服2剂高滋药。”我说也好。接着我就说，疗养期间有一桩苦事，就是寂寞得很，现在下午多睡，热度已退，可是上午这段时间怎样排遣呢？伯卫说：“你有小汽车，不妨开了车子，我和你遍访南市各处古迹。”恰好伯卫下午是在松山路应诊，上午则在家写字、刻印、绘画，相当悠闲，所以他很高兴地陪我同游。伯卫有考古癖好，他说我们第1天就去踏访赵松雪、赵孟1254至1322故居。我说赵松雪是元代人，怎样还找得到他的故居呢？他说上海县志上说他的故居是在石皮弄长生庵后面。我说那么我们即刻就去。其实我们对石皮弄熟得很，那地方既小且狭，汽车是开不进去的。
我们只好安不当车地走进去，一边走一边寻，居然找到一条松雪街，两个人开心得很。可惜多数房屋都是后来翻造的小宅子，古老的旧屋有4间，是否就是赵松雪故居也无从证实，只得望无兴叹。但是旧屋之中有一个尼姑佛堂，闭上了门，屋子既旧且破。我们敲门而入，两个尼姑看见我们奇怪得很，因为这间佛堂很少人去烧香礼佛的。于是他就问我们来做什么。我们说来烧一炷香，饮一杯茶。老尼和尚说好，好。料不到这个小地方四壁挂着许多名家书画，如明代的董其昌、方叔仪，清代的何绍基、赵之谦、陆润祥等。至于近代的人，则有任伯年、李梅安、吴昌硕，书画和对联挂得琳琅满目，可惜见不到赵松雪的墨宝。那位老尼也风雅得很，他说：“你们要找赵松雪的遗墨，我知道在沪西鹤沙镇有一个庙叫永宁寺，里面有赵孟手写《赤壁赋》的石刻。”第二天我们就到沪西大厂去找鹤沙镇，但是找了半天，连鹤沙镇3字乡下人都不知道，我们只得废然而返。那天我们就在大厂镇上一家小饭店进餐，那家餐馆所吃到的鱼虾都很新鲜，因为是当地的水产，所以价格相当便宜。我们一餐有酒有菜，只花小洋4角。我和伯卫谈起，赵孟是以画马出名的，别属松雪道人。我们既然找到了这条松雪街，他的后人即使还居住在上海，至少也是他的10几代了。在我们上海，5代居住在一个旧宅是常有的，要是10多代子孙还居住在旧宅，那就不可能了。所以我们进餐以后，就把找寻赵松雪遗碑的事放弃了。第二天早晨8点钟，伯卫拿了一本上海县志到我家来，出示县志说，书上分明载出赵孟是湖州人，居住沪上鹤沙镇，凡寺院钟鸣皆有其真迹。如此看来，松雪街上那个尼姑庵中的老尼姑必定有来历。我们今天再去访问他，问一个水落石出。我也高兴得很，洗了面就和他出门，但是大家还空着肚子，于是我们找一个馆子去进早餐，见到福佑路旧教场一个羊肉面店，那是很有名的。从前上海出售羊肉的面店、摊档以及肩条专卖生熟羊肉的小贩多得很。羊的肥肉叫腰胡，瘦的叫环掌，羊的腿叫圆筒，吃客可以随拣随切，每碟不过同元3、5枚，汤是羊肉汤，面是手切面，一碗面叫做一挑，光面不过同元2、3枚而已。我们吃罢羊肉面之后，觉得浑身暖暖的，很是舒服，就急急地赶到尼姑庵。那老尼姑见到我们又来，而且伯卫手上还拿了一本县志，不由得另眼相看，泡了一壶茶，便和我们长谈起来。